观众朋友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唐韵。北京的天空灰到让人透不过气。就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在京西宾馆闭门召开、全程封控的同时，网上却炸出了一段让全中国人都泪崩的 AI 影片后共产党时期。在影片里，人民冲进天安门，摘下毛泽东像，党旗缓缓降下，有人高喊要自由，要选票。画面闪回，上海举行第一次市长直选，政治犯重获自由，孩子们在教室里高兴地尖叫，明天4点放学。那一刻，全网静止。有人留言说，我知道这不是真的，但我多么希望它是真的。这段影片不到48小时，点击却将近150万，而最震撼的是它的标题：后共产党时期，一个 AI 预演的中国未来。但就在这部影片疯传的同一天，北京的另一头，有9名上将被拔，外交战狼被撤，习近平的接班危机是全面爆发。这是梦与现实的极致对比。一边是 AI 虚拟中国重获自由，一边是现实的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肃杀。10月的北京，天空灰白而沉重。就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之际，互联网上却悄然地燃起了另一场热潮，一段名为《后共产党时期》的 AI 视频。在视频中，开始是人民走上街头，人群先是冲上天安门广场，打出共产党下台的横幅，呼喊着口号，冲过武警的包围圈，直接摘下了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的画像。各地也撤下了永远跟党走的标语，取而代之的是要言论自由，要选票，人民有权选择的呼声。话外音低沉而坚定，介绍全国各地同时爆发的大规模示威，民众拆除中共党徽、国徽，呼吁结束一党专政。从东部沿海城市到乡村，街头巷尾都有抗议的人群。镜头一转，新的执政者出现在大会上，宣布将制定一部新的宪法，以保护这个国家里每一个人的人权与自由。中共的血色党旗缓缓降下，毛泽东的雕像被拉倒。画面闪回到2025年的上海，首次市长选举正在进行，电视上滚动播放着竞选民调，城市充满了喧嚣与喜悦。紧接着，大量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的政治案件被重新审理，政治犯获释，与家人相拥而泣。人们重新拥有了选择权，排队投票的队伍是喜气洋洋。在校园中，老师宣布一个好消息，根据国会的新决议，从明天起，学校下午4点放学。孩子们欢呼雀跃，互相拥抱。在视频中，这一幕显得纯真又超现实，像是一场久违的春天在降临。街头的电影院上映一部纪念6·4的电影《北京，北京》，首日票房就突破5亿，观众在银幕面前泣不成声。工人权利法案获得通过，转型正义委员会的牌子挂了起来。那些在共产党执政末期以权谋私、滥用职权的高官被送上了正义法庭接受审判。在视频的最后，毛泽东纪念堂被正式更名为转型正义纪念馆，毛泽东的遗体棺木被搬出，政治犯与家人重逢，人们排队投票，孩子们欢呼放学。那是一个未曾存在过的中国，却让无数人热泪盈眶，因为它让人看到了自由的样子。视频的制作者叫做杨若辉，是加拿大中国留学生抗共组织公民会发起人兼会长。他声明放弃这个视频及其文案的一切制作和版权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随意引用。他说，中共四中全会是一个契机，你要先看见光明是什么样，才有力量去追寻光明。这段影像被称为中国人的梦，虽然是 AI 制作，却比任何宣传片都震撼。
它像一道被点燃的光亮，照亮了一个仍被紧固的国度。这段视频在多个平台被疯狂转发，不到2天时间，它的点击量已经150万。它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，触动了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，那个以前从来不敢说出口的愿望：结束恐惧，恢复尊严。在评论区里，满是泪眼与感叹。比如说，我知道这不是真的，但我多么希望它是真的。朋友们，接下来我们是一段工商时间。最近呢，我有个朋友，他成功的帮助儿子戒掉了冷饮等不健康的零食。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超特别的产品——红海参修复饮。朋友的儿子他是特别喜欢吃冷饮，我的朋友原本只是想帮他的儿子换个更健康的零食，结果他儿子一吃就爱上了，朋友自己也试了一下，觉得很不错。这个产品是用当地海女亲自下海采摘的珍稀红海参做成的，配方呢就是90%的深海野生红海参，再加上10%韩国红参，再加上天然蓝莓原液，透过专利发酵做成果冻口感的口服凝胶，清爽不腥，还带有果香。红海参本身就含有18种氨基酸、天然的胶原和活性钙，不仅能促进细胞修复、延缓老化，还能补钙造血、改善气色，对气血虚弱、高血压、肝功能差或免疫力低下的人都很有帮助，非常适合长辈、成长期的孩子、加班族等等。一盒30支，您带着走，非常方便。早上空腹或者是运动后，随手拆开就能够吃。冰过之后，吃起来口感更特别。我建议大家趁现在我们还有货，赶快下单，不然真的缺货就要等很久了。我的朋友他怕断货，干脆一次就囤10盒。请大家点击描述栏的购买链接，您输入优惠码大师局的拼音，还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。中国大陆买2盒起卖，4盒包邮，购满70美元美国本土包邮，满260加币加拿大包邮。不过梦醒时分，北京的另一端，中共正在闭门召开4中全会。就在全会召开前夕，中共军中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清洗，9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军籍，其中8人身兼中央委员，涵盖陆海空武警与战略支援等核心领域。根据大纪元的梳理，这次全会的整肃规模或远超外界的预期，被处理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可能超过20人，其中多数都是在过去10年间习近平亲自提拔的，以政治可靠、对核心忠诚著称。早前新华社曾明确报道，中共20大上任的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都是习近平亲自把关、亲自谈话后确定的，因此这些人都被认为是习家军。这其中，除了本月17号已经官宣被双开的8名中央委员何卫东、苗华、何鸿钧、王秀斌、林向阳、秦树同、袁华智以及武警部队前司令员王春宁之外，还有3名中共中央委员已经被公开免职或双开，分别是中共军委后勤保障部长张林、农业农村部原部长唐仁健以及山西原省长金湘军。根据报道，还有8名中共中央委员可能出现在中共4中全会的处理名单中，包括长期失踪并传出被查的中共西部战区司令汪海江、中央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、海军司令员胡忠明、西藏军区司令员王凯、陆军司令员李乔明、资讯支援部队政委李伟、中部战区司令王强以及政委徐德清。在93阅兵中，原本应该由中部战区司令担任的阅兵总指挥，临时改由空军司令员韩胜言中将出任，这是这一系列人事震荡的又一迹象。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层面，除了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已经在3中全会被开除外，官方宣布被查的还包括上海市委常委朱之松、云南省委常委李时松、青海省委常委杨发森、国家铁路局局长费东斌，以及贵州前市委常委毕节、市委书记吴胜华。其中，
朱之松、李石松和杨发森都已经被双开，预计将在本次四中全会上获得正式确认。另外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杰与中国船舶集团董事长温刚已经在2024年被免职，但至今去向不明。由于是黑箱运作，中共四中全会上究竟有多少高官被处理，外界到现在也不得而知。真实的名单或许远比公开的更长，那些不属于任何名册的官员，可能已经在沉默中被抹去。他们的倒台揭示出一个残酷的事实：在集权体系中，忠诚的代价往往取决于权力的命运。当核心失势，曾经的亲信也会被迅速清算。中共四中全会的沉默成了最高层恐惧的象征，表面的平静掩盖着一场正在崩解的权力结构。中共四中全会召开的同一天，中共外交系统也爆出了人事震荡。10月20号，中共外交部官网发布公告，集中任免7个国家和1个国际组织的驻外大使。在国别大使任免方面，于劲松出任驻摩洛哥大使，接替李昌林；陈峰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，接替韩春林；原驻北马其顿大使张佐调任驻马其他大使，接替于敦海；蒋小燕接替张佐出任驻北马其顿大使；杨舒接替韦洪天出任驻格林纳达大使；孙向阳接替陈国友出任驻厄瓜多尔大使。此外，中共外交部还任命李永厦接替李成钢，担任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、特命全权大使。本次调整范围涉及非洲、欧洲、拉丁美洲以及国际组织代表处，覆盖了多个关键区域。在这份名单中，李成钢的免职是最受外界关注。他是前中美贸易谈判的关键人物，在今年4月刚被任命为中共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商务部副部长。李成钢的突然免职与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是密切相关的。上周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非常罕见地公开点名批评李成钢，指出他在8月底不请自来到访华盛顿，要求高层会晤时行为失常，并且发表威胁言论。贝森特在记者会上毫不客气地表示，李成钢是非常无理，当面威胁说，如果美国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，中共将引爆全球混乱。贝森特说，或许那个8月28号发表煽动性言论的副部长已经失控了，也许李成钢自认是战狼。这场外交风波也折射出中共战狼话语体系的全面失灵。外界就注意到，调整恰逢是中美经贸关系再度恶化、欧洲多国与北京关系降温的时机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外界普遍认为，这次人事调整不仅是例行轮换，更反映了中共外交系统在高压与挫败之下的重新部署。大家知道，调整人事、回收权力，这是中共体制内部维稳的惯用手段。尤其是在四中全会召开之际，外交部的这次人事大动作，无疑带有整顿与收缩的意味。习近平上台后，中共的外交政策是以强硬、对抗还有意识形态化为主要特征，而现任外交部长王毅正是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。在他的主导下，外交部强调斗争精神，对外发言常以高姿态展示政治立场。无论是中美关系、中欧对话，还是多边场合，王毅都坚持把主权、安全、核心利益置于一切谈判之上，威胁和冒犯言语频现。这种做法迎合了习近平的口味，但却使北京在国际关系上是日益孤立，从贸易摩擦到人权议题，几乎没有一次能真正的止损。这次李成钢的突然被撤换，显然是战狼外交风格受挫的直接信号，显示中共正在回收过度强硬的对美表述，至少在操作层面，路线正在被调整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外交系统出现了新的对比与权力重排。就在10月17号，前中共外长秦刚在消失了2年多后是罕见露面，虽然是非正式亮相，却不是偶然。
秦刚曾被视为是战狼外交的延伸者，但与王毅不同的是，他擅长语境包装与形象修辞，在保留强硬立场的同时，以更加柔性的语言争取沟通的空间。因此呢，他的露面可能不仅仅是个人行踪的回归，更像是一种信号。中共在观察社会反应，也在评估是否有重新调整外交表达方式的空间。目前虽然没有确认所谓的柔性路线是否会重新被采纳，但从政治节奏来看，北京正在测试一种更低调、更可控的外交语调。这种微妙的降温，往往意味着体制正在为前一阶段的路线寻找出路。战狼外交的高调姿态在国际上频频受挫，贸易谈判受阻，欧洲关系下滑，地区盟友疏远，如今必须有人为此承担政治责任。那王毅呢，就极有可能成为这场路线纠错的代价。他是过去几年强硬外交的代表人物，是战狼话语的主要执行者，却并非真正的路线制定者。他长期在高层决策圈内执行命令，却不掌握路线定义权。对体制而言，他既忠诚可靠，又可被替换。由此看来，中共四中全会期间的外交人事调整，不可能只是简单的职位轮换，更是一场政治责任的转移。当体制需要为外交失败寻找出口时，王毅或者正在被推向那道无形的门。战狼外交的设计者并非王毅，而是习近平本人。因此，责任的转移或许不仅止于外交部。中共体制的问责逻辑从来是向下的，但在权力震荡期，向上的压力也开始积聚。当路线失灵、外部孤立、内部信任塌陷时，制造这条路线的人也难以置身事外。《纽约时报》在10月21号的一篇分析文章当中就指出，习近平如今正面临着所有长期专制者都会遭遇的困境。一旦指定接班人，就可能出现新的权力中心，削弱自己的控制力；但如果迟迟不确定继任者，又可能在党内埋下分裂的隐患，甚至危及政治遗产。现年72岁的习近平已经执政仅13年，至今也没有任何关于接班的安排。这种长期的权力真空，使接班问题成为北京政治中最敏感的禁忌。报道引述了多名专家都指出，如果习近平最终决定启用接班人选，忠诚仍然是唯一的标准。习近平曾多次强调，苏联的失败就在于选择了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改革者，导致了体制崩溃，他不会重蹈覆辙。然而，这种绝对的忠诚也让继任问题陷入悖论。所有能被信任的人都过于依附习近平的权力，而所有具备能力的人又无法获得信任。美国智库亚洲协会的研究员牛奔他就认为，习近平深知接班安排的重要性，但眼前的政治与经济危机正在不断地压倒接班议题的优先级。外界普遍推测，如果习近平仍打算执政，他可能在2027年中共21大前继续巩固权力，并在更年轻一代多为70后省部级官员当中挑选继任人选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个窗口正在迅速关闭。中共政治局常委成员大多都已经超过了60岁，几乎没有一人能自然过渡成为下一代领导核心。《纽约时报》就指出，这正是习近平统治的最大风险。他可以清洗所有人，却没有办法清洗时间。权力在延续中老化，而继任机制的空白正在成为中共体制的隐形炸弹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您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